道节，小小天道节也敢放纵伪君正道。徒儿不错，仅仅3年你就渡了天道劫。师傅，如今我已突破，是否可以下山去了？可以，但你命中5弊3缺，需渡3劫方可重生。3年前你家族落难时已渡过生死劫，如今这天道劫也被你斩掉了，但仍需渡过红尘劫。这是为师当年为你结的善缘，3份婚约，你拿着下山去吧。婚约有点意思啊。瞬息千里，这瞬移术修炼到极致可瞬息万里啊！看来我修炼还是不到家。快让开！快让开！快让开！疯了吗你？忙得这么快，你不要站在中间，你不怕被谁撞死吗？放心，此等凡物根本伤不了我。姑娘，你身怀大凶之兆，恐有血亡之灾啊！流氓！爷爷，陈同学，今天你们爷孙2人已经无路可逃了，乖乖交出骨丹汤，要不然兄弟们今天可要拿你开荤了。沈暮雪，还真是天缘凑巧，没想到我刚一入世就遇到了我其中一个未婚妻。想要骨丹方，只为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小子，黑龙会真是眼中目无王法，宫廷法制之下，还敢抢劫吗？我今天就抢你了，怎么着？一句话，给还是不给？就是不给，除非我死了。今天你这么想死，老子就成全你！我斗转星移，躲！大哥，你是不是打错了？谁搞的鬼？这2人与我有缘，速速离去，本座便不与你计较。小子是你搞的鬼啊！出言不逊，该打！来了，好，画地为牢，定！小子，你到底是谁呀？不管了，兄弟们，跟他拼了！感谢天师救命之恩，请问天师尊姓大名？我沈家是当涌泉相报。老爷子，你可还记得清玄老道？您是？在下宁晨，是清玄老道的弟子。我与您的孙女沈暮雪有一段婚约。什么？婚约？原来是清玄道长的徒弟。想当年沈家多亏得了清玄道长的骨丹方，才得以崛起。如今也是日薄西山，真想不到又是清玄道长的徒弟前来相救，真是苍天保佑啊！爷爷，爷爷怎么了？爷爷，难道是因果反噬？莫非我跟他有关？你们程厉害，不赶紧救爷爷啊！这是天命，今天他必死。想让我逆天改命，好家伙，你这是故意跟我出难题啊！好，我应了。老爷子伤势暂时无碍了，你先带他回去。今天晚上我会替他逆天改命，不过你得与我成婚。什么？嫁给你？你我因果太深，婚约是因，老爷子受到反噬是果。要想解除这份因果，除了嫁给我，你别无选择。今天晚上记住在老爷子床头点上3炷香，切记香断魂灭。今日本座留你一条命，回去给你上面的人带句话，日后若再敢寻沈家麻烦，下场
捅死！既然姻缘也定了，那和苏家的婚事就得退了，否则到时候因果缠身，恐怕苏家会因此受到牵连。也罢，希望此番能有个善果吧。哇，哎呀，走孙膑，你不要再跟着我了。走，听我说嘛。请你自重，我有未婚夫了。你有，就不用拿话搪塞我了。你有没有未婚夫，我还不知道。谁说我没有未婚夫了？他就是啊。走，把我当3岁小孩子是不是？你随便找个路人就当你未婚夫？小子，赶紧滚啊！这里没你的事儿。他气运太盛，而你命格低贱，承受不住。跟他在一起，你会不得好死。你敢咒老子？信不信今天死的人是你？这家伙身手真不错，就是穿的寒酸了点。没经过我同意你就拿我当挡箭牌，这可不是君子所为啊！我是女子，又不是君子。孙膑，看到了吧？我未婚夫还是很厉害的。我劝你啊，还是早点滚，不然一会儿把你痛大腿。小子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我叔叔可是黑龙会的2当家。你敢打我，你信不信我找人把你打碎8块啊？滚！我不想再说一次。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还有你，你这个想法了，几天没洗澡了，浑身臭烘烘。我告诉你，今天的事情你一定要保密，你要敢说出去，姑奶奶打断你的腿！哼，如此刁蛮任性的女人，谁要是娶了她，哼，那不就倒8辈子血霉？冷暖修动，我的姻缘出现了，天通地判，天眼开。哼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姻缘显迁，没想到她就是苏家店的大小姐。哇，幸好我是来退婚的，像她这种刁蛮任性的女人，还是避而远之的好。喂，你怎么还不走？小心打你！苏家老爷子1年前已经病逝，这婚约怕是有所变动。唉，我送苏家一场吉缘，便算是对此事的了结了。看，死了，都死了。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啊！让你去抢沈家那个老东西的古丹方，到手没有？还什么古丹方啊！那小子把我们的人都给干掉，那小子也不知道用什么手势，就那，哎呀，就把我们的人都给定住了。然后那手就这么一捏，哎呀，我们的人都爆了，连渣都没剩啊！对了，那小子还会缩地成寸，一步就到了100米之外。缩地成寸，你没看错吧？对，这小子是一个修士啊！要是拿来我用，我黑龙会岂不是如虎添翼了？会长，你想收拢他？他不愿意怎么办？他要是不同意，就让他给咱们死去的兄弟们送葬。你去找王大师，如果那小子敢反抗的话，格杀无论。那小子能徒手捏爆人，还会缩地成寸，那又如何呀？王大师也是一个修士，他的道行高深莫测，对付那小子手到擒来。是。走，带些人去沈家，想尽一切办法，一定要拿到古丹方。3天以后，您少带着他去参加炼丹大会。要是拿不到，我们都得死。是。
爷爷怎么回事？跟你出去那变成这样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不过那人说了，爷爷是因为英国反噬，必须查那3个香须名。什么狗屁玩意儿！一个神棍的话你也信？真的！哥，你照顾好爷爷，我去找华神爷爷。爷爷，你终于醒了。找到了，快找到了，他都救。爷爷，爷爷。姐，你跟孙大少约完会了？那讨厌的家伙已经被我赶走了。我警告你，少给我落点鸳鸯谱。姑奶奶看不上的人，纵使他有万贯家产，姐也不稀罕。乖女儿，你真糊涂呀！咱们苏家还要全靠你高攀权贵，平步青云呐！姐，你为了苏家受点委屈怎么了？行了，都别说了。真是个阴魂不散的家伙，还真到我家来了。你来干什么的？我师父曾与沈老爷子立下一纸婚约，这是婚书。爷爷怎么会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情？让我嫁给一个乡巴佬？这婚书肯定是伪造的。我看看，这婚书的确是真的，上面有老爷子的笔记。你叫宁晨。你好，苏伯父。好什么好？瞧你浑身上下穿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？一个土里吧唧的乡巴佬也想癞我们吃天鹅肉？小子，我姐夫只能是孙大少这个豪门子弟，而不是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当的。诸位其实误会了，今天我来，我知道你来的目的。宁晨，结婚讲究的是门当户对，我们家是上市公司的老板，身价上亿，而你，我们也不会亏待你，给你10万块钱，放弃婚约。好了，这就回家种地去吧，如何？你都听到了吧？且不说你我之间身份判若云泥，就连我家人这关你都过不去，我劝你还是早点放弃吧。我曾听我师父说过，你苏家当年落难，老爷子以苏家先祖的身份起誓，以这份婚约换你苏家10年鸿运。如今你们却主动悔婚，就不怕气运反噬吗？什么气运反噬？那都是老爷子允诺的。现在他人都死了，关我们什么事？再说，我们苏家能够崛起，靠的是我们自身的努力，和你那什么狗屁鸿运有什么关系？少在这胡扯！好，其实我今日是来退婚的。若你们是心平气和，自然相安无事。只可惜啊，你是在跟我玩命题作，乡巴佬，你这套我已经见惯不惯了。想做我苏逸柔的男人，要么权势无双，要么万人之上，而你，更不错，区区一个山野村夫，还妄想为苏家一步登天。我看你还是赶紧回去吧，老老实实回去种地。我说有些人呐，不能吃口软饭，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我们苏家这种高门大户，岂是条野狗能攀附的？尔等誓言一许，毁言不见，天理昭昭，自有公断。怎么回事？我刚才感觉晕了一下。你们苏家当年以这份婚约换取10年鸿运，如今主动悔婚，自然会遭到因果反噬，天道处罚。3日后，你们苏家气运散尽，家破；7日后，阳寿耗尽，人亡。你这个小妈佬，少在这里妖言惑众了！就凭你这神棍本性，我也不可能嫁给你。你我虽有缘无分，但既有婚约名义，便始终欠了份因果。这块玉佩你随身带着，能不能活命，就看你自身的气运了。被我拒绝了，还恬不知耻的送我电信信，真是个舔狗！不可理喻！混蛋！你竟然骂我泼妇！给我站住！岂太甚！小子，你挺狂啊！连小爷的女人你也敢抢？你命格低贱，若强行跟那个女人在一起，毕生横祸。我这是在救你。这么说，
小爷还得谢谢你了。谢我倒不必了，只是好狗不打不到。乡巴佬，你给我站住！阻住了我们这个跑哪有这么容易？哎呦，被堵了！你刚刚不挺狂吗？啊，再狂的给我看看！孙膑，你不是喜欢我吗？今天你就帮我教训教训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我就考虑做你女朋友，怎么样？你不是说他是你未婚夫吗？就这个乡巴佬，他也配？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吃不到就骂我是泼妇。今天你就乖乖的跪地求饶，我就考虑让宋文斌放你一马，否则就是我们不答应把你们嫁给你，你就诅咒我们全家死绝。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们磕头道歉，就别想安然无恙的给我离开。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，什么时候诅咒过你们？你敢说不敢认识？我们刚刚在里面可都听到了。小子，你进去不吃吃罚酒，可怨不得我们了。孙少，只要你宰了他，我可以把女儿许配。真的吗？你们苏家当年以先祖起誓，以婚约换取10年红运，如今你们背信弃义也就罢了，今天竟然还敢杀人灭口！你们这样做必然会遭到天谴。小子，死到临头了还不住呢！孙少，赶紧动手宰了他！小子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，怪不得我喽！兄弟们，给我上！怎么回事？明明万里晴空哪来的雷声？我说过，你们背信弃义，必遭天谴，这便是天道使者。神神叨叨的，你以为小爷怕你啊？兄弟们，给我杀了他！王大师啊，你小子能缩地成寸，一步就能到100米之外了，王大师啊！会长说了，只有您能对付呀，王大师啊！但是我有要事，暂时无法脱身。昨日我夜观星象，见武曲星东移，预示着近日必有仙人下凡。我要抓住这次机会，突破桎梏，得道成仙。仙人下凡，既然是仙人，哪那么容易遇到啊？惊雷！好多端怎么突然打雷了？天道示警啊！竟然有天道示警！能够牵动天道示警的，必是超凡脱俗的仙人。应该在东方。黑豹，你随我一趟去迎接仙人。怎么回事？这电闪雷鸣的，怪吓人的。竟跟人想的一样，我们背信弃义要遭天谴了。爸，你不会真被这个小子给吓了？现在都21世纪了，这种违背科学常理的事情你也信？那刚才那就是个巧合，这天气本来就变化无常，不就打几声雷嘛？你们要是真被这小子吓，可就中了他的计了。我是不是吓你？你们大可继续试试。宁晨，你少在这里装腔作势，这种弱智的伎俩，你以为我会信吗？什么狗屁天险，有本事你让他劈呀！今天劈不死我，我不会饶过你。此次过后，当年给你们苏家欠下的恩情也算两清了。从此以后，你们没有其余加身，好自为之吧。现在，到你了。你究竟谁呀？你不用管我是谁。刚才你想弄死我，小子，你动不了我啊！我叔叔可是黑龙会的2当家，你要敢动我，他饶不了你的。哼，又是黑龙会，是时候找个时间将你们黑龙会一网打尽。好大的口气！叔，可算来了！刚才他要杀我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怎么回事？我明明算准那位仙人就在这附近，为什么不见踪影？难不成是他？我从他身上没有感觉到半点灵气，看来仙人是察觉到我要来，不肯现身见我。居然是你！居然是你！王大师，之前说那个人就是他，他耽误了大当家的好事儿。小子，我听说你很能打是吧？我见你骨骼清奇，只要你愿做我的仕途，我就饶你一命；否则，今日你必命丧于此。就凭你？放肆！王大师可是金陵第一修士，一手雷法是打遍天下无敌手。你敢口出狂言，让人不知死活！雷法？莫非刚才那雷是王大师引来的？定是如此。
王大师的雷法，我是略有耳闻。听说之前王大师用雷法一招将一个大宗神雷的灰飞烟灭。就是，宁晨刚刚还说那是天气呢，哼，老子差点就信了。王大师，快劈死他！小子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你加入黑龙会，否则你就得死。聒噪！不知好歹呀！那你一心求死，本座就成全你。来抓！接宝，天花靠脸！今天这天雷怎么比以前多了很多？莫非我这功力有所突破？恭喜王大师啊！恭喜王大师！你确定这天雷是你引来的？你确定这天雷是你引来的？不是我的，难道是你的吗？王大师，你有所不知，刚刚宁晨这小子说这天雷是惩罚我们的天谴。就是，刚才这个废物装腔作势，用你换来的雷狐假虎威，差点没把我们笑死。什么？我刚才还没到呢。王大师啊，不要在乎这些细节了，赶紧杀了他，回去我们好跟大当家的交差呀。黄口小儿，接受天雷的洗礼吧！怎么回事？王大师，这天雷怎么不听您使唤呢？哼，这是我引来的天雷，为何要听他使唤？放屁！这明明是王大师召唤来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哼，愚不可及。王大师，别吵了！我去，王大师狠起来连自己都劈呀！天雷，果真是你召唤来的？你就是我要寻找的那位。这次只是对你略施惩戒，胆敢再有下一次，休怪本座不给你留情面。哇，这沈家老爷子怎么这么快就有进动作啊？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位仙人呐！这种机会不多，无论如何拜他为师啊！我去，瞬移，大师果然厉害呀！这下宁晨那小子插翅难飞了。谁让他又是咒我们家破人亡，又是咒我们遭天谴的，这是他罪有应得。爸，你怎么了？我有点难受，喘不过气。喘不过气？不会是宁城的小子的诅咒应验了吧？什么诅咒？那些都是封建迷信，我素认账，绝对不会信那些。宁先生，你可算是来了，我爷爷快要不行了，你快去救救他吧。快带我去看看。我是已经嘱咐过你，千万不能让虚魂相灭，为什么不听？因为虚魂相灭，老爷子命不久矣。宁先生，你一定有办法救爷爷的，对不对？三柱将士保他三魂归位，如今相灭魂断，无法回天。宁先生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我爷爷！只要你肯救他，我愿给你为奴为婢。你我姻缘天定，冥冥之中早有定数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便破例替老爷子逆天改命，再许他10年阳寿。好大的口气！一个神棍竟然敢骗到我沈家头上来了，还真是不知死活呀！哥，宁先生他真的有办法救爷爷的。办法？什么办法？他的办法就是逼你嫁给他吗？小子，自命不凡的人我见过很多，像你这么自以为是的，我倒是第一次见到。须知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没见过，那是你坐井观天。我坐井观天？我身边这位就是闻名天下的鬼医圣手华神，有他在，老爷子定能安然无恙。至于你，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一个将死之人，4身都难保，他可救不了老爷子。放肆！我师从龙仪天师，听说这老爷子还有一口气在，可就算是一只脚踏进了阎王殿，我一样能把他拉回来。
他就算是一只脚踏进了阎王殿，我一样能把他拉回来。华神爷，还请您出手为老爷子整治。小子，你就给我好好看着诡异圣手起死回生的手段。死脉。华神爷，老爷怎么样了？老爷子浑身死气缠绕，魂不归位，气不留身。通常情况下，这种病是无药可治了。无药可救。华神爷，你也没有办法救我爷爷吗？他的确是必死之将，你也确实是救不了。哼！我是说，通常情况下无药可治了。可是你别忘了，我可是诡异圣手，这种小事难不倒我。让开！我要给老爷子换魂续命。天地玄黄，万物昭昭。命魂回，蝇营狗术也敢逆天道流长，你必遭天谴！小子，你现在睁大眼睛给我看好了！三清在上，逆转回轮！华神爷，没事吧？华神爷，没事吧？这怎么回事？你命格有缺，却妄图逆天改命，这是天罚啊！你还有3日可活，回去好好准备后事吧。宁先生，我求你救救我爷爷，只要你肯救他，我什么都愿意干的，真的，我求求你了。无需其他，只需要你完成婚约即可。好，我愿意。不可能！老爷子浑身死气缠绕，魂走魄散，怎么可能救得活？你不行，不代表别人不行。魂归来兮灵。魂体离开太久，早已支离破碎，现在只有还魂丹可将其复原。哼，你还知道还魂丹？那可是生死人肉白骨的神丹，别说炼制，就是那无比珍贵的药引子九幽昙花，在人间也都已经绝迹。人间绝迹，本座便要他现场绽放。无知小儿，那九幽昙花500年才能绽放一次，而且只能绽放在充满灵气的仙家府地，却说让他在这里绽放，简直要笑掉我的大牙！你可知本座所在之地，便是仙家府地。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仙者不仁，以万灵为刍狗。有道是万物繁衍不息，生生不已，是为道。今日，本座便以仙者之名，敕令春神，给我开！九幽昙花，九幽昙花真的开在了这里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妖术啊，这绝对是妖术！井底之蛙也敢出言不逊，以药聚魂，起死回生，灵！品质不错，老爷子应该有救了。九幽昙花乃是天地之间的神物，大师啊，你这剩下的昙花怎么处理啊？能不能赠我1朵啊？昙花3间，我只取1朵，做人切莫贪婪。把这枚药给老爷子服下。等等，哥，怎么了？这小子来路不明，又会妖术邪法，他给的东西绝不能给老爷子吃。真是有眼无珠啊！还魂丹乃是天地之间的神物，就算能吃上1口，也可以延寿10年。我以偷天换日之术替老爷子逆天改命，但老爷子魂魄离体太久，必须靠这还魂丹才能重新凝魂聚魄，定能起死回生。果真是还魂丹呐！没想到老夫有生之年还能见到如此天地之间的神物。华神爷，这个说的神乎其神的，你想，
简直是愚昧之极。大师刚才炼的药时，那种种异象，根本做不了假。大师，求求你救救我的命啊！你命格有缺，刚才又强行施展生死针，奈何老爷我因果滔天，非人力可改。你逆天而行，必遭天道反噬，活不3日。我求求大师，求求你救救我！别怕，念你一片赤诚，又是因为救老爷子才沾染上的因果。本座今日便替你斩断因果。因果已断，你好自为之。快走吧。好，谢谢大师，谢谢大师。大师，你以后如果有什么吩咐，在下愿意甘老徒弟，受犬马之劳。哎，八圣爷，八圣爷，快将丹药给老爷子服下。爷爷，你终于醒了。我怎么了？爷爷，刚刚是令宁先生救了你，要不是他的话，外传，这老东西的还没死呢。站好，古丹方交出来吧。古丹方交出来吧。你们黑龙会把我们沈家害成这样，我们没有去找你们的麻烦，竟然还敢在这撒野！这张古丹方，我黑龙会势在必得。老东西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的道理，你懂吧？古丹方是我沈家的命根子，老夫是绝对不会给别人的。实话告诉你啊，这古丹方也不是我们黑龙会非要的，那是林大少下的死命令，他要在药王宴上将这古丹方献给萧家。我劝你们识相点儿，要不老子立刻送你见阎王。萧家，没错，林大少如今已经归顺萧家，而萧家那可是上京3大顶级家族。像你们这种小家族，他动一动手指，你们就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了。就如同5年前宁家7至3口人的灭门惨案一样吗？小子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？我不仅知道这件事，我还知道宁家当年灭门之案，亲临3大家族，加上你们黑龙会，所有人全部都参与其中。这笔账，我本来想慢慢的找你们一一清算，没想到你们却主动跑过来找死。小子，你该不会就是当年的宁家遗孤宁晨吧？没错，是我。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。当年萧家为了找你，差点把整个京海翻了个遍，没想到我运气这么好，你今天落我手里了，正好抓了你去找萧家领赏。吴大师，拜托了。嘿，嘿，终是几口手，有点眼力劲儿，小子也不够资格让我动手，给你个机会，自行了断吗？自行了断吧。今天我也给你个活命，道歉，立刻滚！我吴凯纵横金陵这么多年，这么跟我说话，都已经死了，都死了。吴凯，莫非是传闻中那位黑龙会旗下第一猛将？听闻他性情暴躁，杀人如麻，成名至今已连斩7位宗师。完了完了，我沈家的古丹方保不住了。你尽管放马过来试试。小子，狂的呀！我本来想给你留个权势，一心求死，我就成全了你。小子，看到没？黑虎王印，这可是吴大师的成名绝技，一般的大宗师见到了都要退避3舍。小子，你死定了！你们若敢动我孙子女婿，沈家跟黑龙会势不两立。老东西，你们沈家今天也得灭门！黄印，击灭！小子，断我一臂！再不滚，下次断的可就不是手臂那么简单了。小子，你知道吴大师的师傅是谁吗？能教出这样的废物，想必他师傅也是个废物。好啊你，竟敢侮辱王大师，你死定了！王大师啊，小子，我
生最混乱了，知道你断子一臂，我会让你碎尸万段。种恶因食恶果，完全是你咎由自取。你师父胆敢不你的后尘，那他的下场只会比你更惨。好大的口气！又来了。我是追随一位上仙来到这里，因为实力不济，所以跟丢了。啊，上仙？哎呀，师傅，你别管什么上仙了，你徒弟手都让人废了。什么？是谁这么大胆，敢伤我王刑天可爱的徒儿？就是他。师傅，你就出头报他！哼，大胆逆贼，连我的徒儿都敢伤，我让你血债血偿！啊，别开腿，我跟你没问题啊！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哎呀！这上仙！上仙！师傅，你怎么给这小子下跪了？就是他打断我的手，你要报仇啊！闭嘴！你这畜生，你活腻了这什么上仙呢？王金天，你是不是老年痴呆了？这小子就是一个不知死活的愣头青！哎呀，王金天是吧？你想替他们出头？哎呦，上仙息怒，我是不敢。王大师，你怎么对这个愣头青卑躬屈膝的？赶快杀了他，扬我黑龙会威名呀！师傅，你是大宗师级的强者呀，你怎么能给这小子下跪呢？啊，这个愣头青！你马上动手，你取他狗命啊！畜生，敢对上仙不敬！我废了你！王大师，他可是你徒弟呀！你怎么能？我连你婆一起送走！我们！你倒是个心狠手辣之辈啊！哎呀，冒犯上仙者已被伏诛，请上仙指示。不是献殷勤，说吧，你有什么目的？小人想拜上仙为师。本座从不收徒。啊，我愿奉您为主，终身伺候。我王刑天以天道起誓，愿终身追随你的左右，任您差遣。若有违背，天诛地灭，深邃道休。天道是蕴含大道因果，你既以天道起誓，那本座也不好再辜负你这片赤诚之心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便跟着我吧。但你再造杀孽，本座定会亲自收尾。多谢上仙恩典，这份天大的机缘，终于被我得到了。沈仁仙，多谢你出手相救，让我沈家幸免于难。老爷子，我与暮雪是天命之人，他的事便是我的事，也不会食言吧？当然不会。既然你们是天定的姻缘，那么我就把古丹芳全都嫁走。爷爷，古丹芳传承100年，是我们沈家安身立命的根本啊！将它交给外人，岂不是暴殄天物？再说了，我们沈家还要靠这个古丹芳翻身呢。放肆！你知道什么？要没有宁晨出手，我们沈家早就被灭门了。再说了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他也是我们沈家的一员。我把这古丹芳交给他，我放心。听说黑龙会那个林大少要把这古丹芳交给萧家。没错，这萧家占据药王世家多年的名号，倒行逆施，今年替换，这萧家想用这古丹芳继续霸占着药王宝座，所以才不择手段派林大少打压沈家。既然他们那么想要得到这古丹芳，那我便亲自给他们送过去。凌晨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们沈家拼死都要护住这个古丹芳，你现在居然还要主动送给别人？你这么做究竟是什么想法呢？这古丹芳只是诱饵，萧家为了得到这古丹芳，定会出席明天的药王宴，到时候就将他们一网打尽。至于这古丹芳，你们也不必太过担心，即便是没有它，我照样能替沈家拿下这药王之位。哎，你不会是想说你有比我们沈家古丹芳更好的丹芳吧？就吹牛吧你！是不是吹牛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小姐，萧大少又到秦家提亲了。老爷子怎么说？两家联姻，强强联合。老爷子很想撮合你们，但碍于你有婚约在身，暂时没有同意。萧家狼子野心，看中的是我秦家资源。
才以卑劣手段企图收服我爷爷，但想彻底解决这个麻烦，除非……哎，小姐，找到宁公子下楼了，他在金陵。红玉，准备下，随我去金陵。发生了什么事儿了？你俩咋这个情样呢？大当家的，你一定要替我和我的侄儿做主啊！真的。怎么了？叔，你说，真的，我帮您去收服宁晨那小子，他不愿意也就算了，他，哎呀，他还用雷劈我俩，简直是不把黑龙会放在眼里啊！我不是让你去找王大师，他没去吗？去了，但是不知道宁晨那小子施了什么妖术，蛊惑了王大师，王大师还要拜他为师。哎呦，给我找来人，老子现在灭了他！吴平啊，我已经来了。宁晨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擅闯黑龙会啊！这里并非龙潭武学，有什么不能擅闯的？你是宁晨啊？好小子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啊！我黑龙会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总是跟我过不去？无冤无仇，赵飞龙，你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你再看看我是谁？是5年前宁家那个遗孤。哼，你还记得吗？5年前我宁家73口人一夜之间被人屠杀殆尽，这件事你也参与了，你认还是不认？我参与了又如何呢？实话告诉你，灭你们宁家的其实是萧家，还有林大少也是萧家的人，得罪我们，死路一条。该死的人是你，知道？今天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看不出来吗？今天我和我师傅是来砸黑龙会的招牌的。天，你是黑龙会的供奉，今天你吃里扒外，不把林大少怪罪下来吗？我呸！什么狗屁林大少！我告诉你，这些年我为黑龙会助纣为虐，滥杀无辜，我早就想弃暗投明了。现在我拜上仙为师，跟你们这些泯灭人性的畜生一刀两断。王神剑，此典是萧家家主萧振山所赐，对我们黑龙会义重的。你现在马上把这块匾给我安上去，这事我可以不计较。意义重大。据我所知，这块匾是你们当年灭了宁家之后，萧振山表彰给你们的。换句话说，这块匾上沾染了我宁家73口人的鲜血。是因为你宁家得罪了萧家这个庞然大物，这一切是你们咎由自取。宁晨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在这个世道，有权有势才是爷。萧家乃是上清古武世家，位高权重，只手遮天。只怪你呀，这辈子投错了胎。照孙少的意思，有权有势就能蛮横霸道、仗势欺人，而别人只能忍气吞声、自愿受罚，可不是吗？受教了。我宣布，从今日起，黑龙会灭门！你臭小子，敢我砸我黑龙会的这招牌！你欺负黑龙会无人！啊！欺人太甚，简直是欺人太甚！这不是你们教的吗？有权有势就能蛮横霸道、仗势欺人，我不过是现学现用。来人，来人呐！把他给我杀了！快点的，千刀万剐！快！鸡群乌合之众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啊！不愧是师傅，这些个个都是黑龙会的高手，即使我处理起来都十分棘手，居然被他一招解决了。把这个交给你们口中那个林大少，顺便帮我带句话：凡是当年参加过宁家灭门案之人，我一个也不会放过，让他们把脖子都给我洗干净。等着！来！啊！郭大炮，郭大炮，郭大炮，郭大炮！哎呦，一柔，你爸怎么会突然昏迷不醒呢？难
难不成那个宁城说的都是真的？咱们家食言悔过，早早因果反噬了啊！你就别胡思乱想了，那小子只会装神弄鬼的，什么因果反噬，骗小孩的把戏念细了。那你爸的病怎么回事啊？医生刚才说了，他体内的生机正在流失，不出7天，生津散尽，人就没了。妈，你先别着急，明日咱们金陵会举办一场药王大会，届时各方势力一定会簇拥萧家坐上药王之位，到时候咱们只需要请求萧家相助，爸的病一定能治好的。事不宜迟，你们赶紧去准备，明天一起去参加药王宴。什么？您家当年那个漏网之鱼还活着呢？没错，他叫宁晨，应该是回来复仇的。另外，他让我给你带句话。什么？他说，凡是当年参与过宁家灭门的所有人，他都不会一口放过。让我们先看宁脖子，等等。好大胆见！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实力？哼！林少，这是沈家的古丹方。古丹方？哎，你又抢到了？不是，其实是宁晨。林少，有这份丹方，萧家肯定对您是重而不赏啊。到时候可别忘了我们呐。放心，有我一口肉吃，就有你俩一口汤。明日随我去药王爷，一起迎接萧家大家。吓死宝宝了！干啥你俩？你看着我干什么？我命中注定有3劫，天道劫和生死劫我都已度过，这红尘劫需要你来帮我渡。什么渡劫啊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听不懂没有关系，劫生人静。老婆，我们该入睡了。等等，你和苏小姐的婚约退了，我是知道的，但这怎么还有一份婚约？秦宁霜，她到底是谁？这是上京秦家千金。老婆放心，我既然已经认定了你是我的天命姻缘，别的女人我是不会多看一眼的。口说无凭，我不管，你必须要跟秦宁霜把这个婚约退了，否则别想碰我。这，好吧。臭男人！老婆，你。红黑是5年一度的药王宴，这规模可不是一般的宴会所能比拟的。姐，你说我们该如何攀附上萧家这座大山？要是没有萧家的帮助，咱爸可就没救了。不错，我自有办法。跟我来。蒋家主、周家主、李家主，你们3位也来参加药王宴。苏小姐年纪轻轻就在金陵商业界做到风生水起，真是前途无量啊！蒋家主过誉了，跟3位相比，我还相差甚远。苏小姐太谦虚了，以我们与苏家之间的交情，以后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忙的，我们都会义不容辞。我这边还真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需要您帮忙。听闻上京萧家今日也会建临药王宴，到时候就需要3位帮忙引荐一下了。这有何难？我们和上京萧家关系密切，到时候给你们多美言几句。多谢3位帮忙。姐，你问那是谁？宁晨。3位家主，不好意思，先失陪一下。啊，谢谢。宁晨竟然没死！宁晨竟然没死！承蒙苏小姐关心，我活得很好。死而逃生，你不应该找个角落龟缩下，还来这里抛头露面？怎么就这么喜欢跟踪我啊？你是说我跟踪你？难道不是吗？我这前脚刚进来，你后脚就跟了进来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知廉耻啊？我说了，我不会嫁给你。怎么脸皮还真厚？苏雨柔，你也太自以为是了。我承认你确实有几分自私，但还达不到让我当舔狗的地步。我姐还没说你，你自个儿倒是先承认。以我姐的美貌，追她的人都排到了金陵城外。你要是再敢对我姐有非分之想，老子打断你！我劝你们还是先管好自己吧。
没急于找我呢。你还有脸说？我爸本来好好的，你诅咒他之后，他就一直卧床不起。说，你到底对他做什么？看来反噬已经开始应验了。我早就说过，你们主动悔婚，必遭天道反噬。3日家破，7日人亡，完全是你们咎由自取。什么天道？我看就是你给我们苏家带来的霉运。神经病！哼，站住！还有事吗？念晨，你想接近我就直说，不要搞得一副高高在上、目中无人的样子。你不就想做一些欲擒故纵的小伎俩来吸引我注意吗？我告诉你，死了这条心吧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女人看得上我。谁说没有？谁说没有？沈慕雪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你都能来，我为什么不来？宁晨，你走那么快干什么？鬼爷爷都追不上你了。你们什么关系？宁晨是我的老公，怎么你有意见？什么？老公？沈小姐，你好歹也是金陵商业界名人，怎么会看上这么个山野村夫啊？满嘴土字象牙，你说谁是山野村夫？姐，他打我！沈慕雪，你疯了！你为了一个废物竟然打我弟弟！放肆！水楼，你不要以为你是苏家大小姐就可以目中无人。宁晨是我沈家的良婿，其实你能理解？我诋毁他又如何？他只不过是一个被我拒绝过的舔狗罢了。苏以柔，听说你之前和宁晨有过婚约，但被你拒绝了，亏得我还一直把你当成我的竞争对手。商业上你能和我平分秋色，但看男人的眼光，你却不及我半分。听你的语气，我拒绝他是我的损失了？何止是损失，简直是天大的损失。宁晨的能力强得你超乎想象，他的才干高得你难以置信。有他在，我们沈家定能平步青云，扶摇直上。而你们苏家却因此而失去了这么一位天降福星。天降福星？我看是天降霉星吧。沈老爷子，我听说你们沈家新招了个女婿，为保沈家不惜得罪黑龙会，不会就是他吧？沈老爷子，你都快入土的年纪了，怎么还如此不知好歹？黑龙会是你们能够招惹的吗？一个靠着打家劫舍、杀人放火而建立起来的工会，有什么不好得罪？倒是你们如此维护黑龙会，莫非一丘之貉？会长不行，在这胡说八道什么？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还有你们蒋、周、李3家，从原来一个3流家族到如今的贵族门阀，难道不也是因为杀人越货、趁火打劫而起来的吗？你胡说八道！我难道说的不对？这小兔胆子也太肥了吧！竟然把这种话放到台面上来讲。是啊，蒋周李3家最恨他们说过去的事，这小子是自寻死路啊！如此不知天高地厚，难怪敢得罪黑龙会那样的庞然大物。沈慕雪，你现在还觉得宁晨是你们家的福星吗？3大家族他都敢惹，我看你们今天该怎么收场。宁晨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对3大家族不敬！我命令你立刻磕头道歉。让我磕头道歉，你还不够格。他不够格，那我呢？蒋某人纵横云城数十载，沉沉浮浮，经历过多少大风大浪？所有人见到我，哪一个不恭恭敬敬的叫我一声周爷？今天敢对我出言不逊，若是你不跪下磕头认错，今天你休想走出这个门。还有我李昭好歹也是名门望族之后，今天被你个黄毛小子指着鼻子骂，必须给我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小子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不算我们3大家，单单是黑龙会，就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宁晨，你知不知道自己闯了多大的祸？这场药王宴可是黑龙会的主场，你不仅惹了3大家族，还惹了黑龙会的人，这不畏罪潜逃就算了，还敢在这里撒野，你当真是不怕死？区区一个黑龙会，本座还不放在心里。放肆！敢得罪黑龙会？你知道黑龙会的背景吗？你知道黑龙会这3个字的含金量吗？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我倒是想知道黑龙会有什么背景，能够值得让我注意。黑龙会可是林大少的势力，而且还有王大师坐镇。王大师听说啊，他可是金陵第1大宗师，去手就能灭人。
你说的是王刑天吧？前不久他还跪下来求我当了师傅。我说宁晨，你在做什么白日梦？就你那个权利，给王大师舔鞋都不配，有什么权利收他为徒？什么雪？这就是你要嫁的男人？我看你不仅是眼神有问题，这脑子也有问题。脑子不好是你们。宁晨说的是真的。前不久王大师来我们沈家的时候，就要拜宁晨为师。宁晨看他颇有诚意，就勉强收他为徒了。沈小姐，即便你为了帮他，也不能编出这么可笑的谎言吧？王大师可是黑龙会的供奉，他对黑龙会是死心塌地，怎么可能离经叛道，拜贼为师呢？都闭嘴吧！人往高处，水往低处。黑龙会罪恶累累，罄竹难书，早晚会得到报应的。王大师怎么了？王大师这是弃暗投明。好，既然你们执意要和这小子同生共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来人，把这3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给我拿下！看谁敢！我看谁敢！哎呦，王大师，您来的正好，这有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，敢对您出言不逊。你说谁不知道天高地厚呢？就是这小子，他叫宁晨，他口出狂言，说您要拜他为师。王大师，这宁晨太过目中无人，不仅得罪了3大家族，而且还对黑龙会不敬。麻烦您出手，给他点颜色瞧瞧。宁晨，看到王大师来了，立刻跪地求饶，兴许还能给你留个全尸。道歉，听到没？王大师可说，立刻跪地道歉。放肆！王大师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我说我让你给他道歉。我给他道歉？凭什么？证明他是我师傅。徒儿王青天拜见师傅。快起来吧！多谢师傅。宁晨竟然是王大师的师傅，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王大师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他可是黑龙会的死敌，你不但不帮黑龙会处理他，反而拜他为师，你要不你的老脸了你！侮辱师傅，找死！师傅，其他人该怎么处理？要不要让徒儿帮你出气？王刑天，你竟然和这小子狼狈为奸！林大少要是知道了这事，保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那林少他要敢来，我打他满地找牙！哼，好大的口气呀！好大的口气呀！林少，他是宁晨，宁家之前那个遗孤，之前杀了我们不少兄弟，现在策反了王刑天，简直是死不足惜！王刑天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，你竟敢背叛我们黑龙会，为虎作伥！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要悬崖勒马还来得及，否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您好，与我相持一场，我奉劝眼前这位你惹不起，趁早赶紧滚蛋，不然的话。王刑天啊，王刑天，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？这小子，我惹不起。莫说是我，就在座的各位贵族门阀，哪个的身份权势不力压他一头啊？啊，就你还搞不清状况，认了一个将死之人为师，跟认贼作父有什么区别？诸位，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，这位宁晨，一个数典忘祖、灭绝人性的畜生。5年前，为了一己私欲，六亲不认，竟将宁家73口人命统统杀害，就连他自己的爸妈也死在他的手里。随后，也畏罪潜逃了。我黑龙会大仁大义，绝不能看到此类事情发生，是要为宁家冤死的73口冤魂做主。所以这5年一直在做这些，没想到今日倒是自投罗网了。原来他就是当年宁家的逆子宁晨，据说他把宁家73口全部残忍杀害了。这是为伦有为，一个连自己亲生父母都杀害的人，简直不能活在世上。不错，还好有黑龙会出来伸张正义，否则这么一个双手沾满血腥的魔鬼还会继续逍遥法外。精彩，实在是精彩！林海，你能如此面无改色的颠倒黑白，
把自己所犯下的罪孽强行加到另一人，至少这件本事，另谋自叹。放屁！你说谁颠倒黑白呢？林少说的句句属实。大逆不道的畜生，人人都要诛之！应辰，我劝你不要矢口否认，我们林少在金陵可是大名远播。你觉得大家只会听你一言之词就会让人相信吗？小子，现在消停的给我跪好了，拔剑自刎。我们林少可能会保你一条全尸。放肆！对我师父不敬，找死！我这里王八！金二老，金二老，怎么？他们很厉害吧？这金二老原来跟我一样，受黑龙会的供奉，他们一直隐居在暗处。他们是临海的贴身侍卫，看来这两人论实力已经迈入大宗师的行列。林城，你莫不会以为我黑龙会就表面上这点底蕴吗？你收服一个王刑天有肉梗，充其量你只有一个大宗师，而我有俩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看出来跟林少的差距了吧？啊！你现在只要下跪认输，还来得及，要不然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还不跪下！过早！林少，他死到临头，还在你面前动手，他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。打狗还得看看主人。金陵二老，为了这小子。打狗我从不看主人，杀狗更不用。这怎么可能啊？他怎么可能这么强？这大宗师在师傅面前宛如蝼蚁，我对师傅的实力是远远低估了呀！你不能杀我！我赶紧可是萧家大总管，敢动我一杆蛤蟆，我赶紧来了，你就死定了！宁城儿，住手！萧家权势滔天，我们是斗不过的，赶紧放了他，不然我们会惹下大祸的。宁晨，你不要自寻死路，到时候萧家会派人来药王宴，如果林大少有3长2短，你和沈家都难逃一劫。难逃一劫，区区一个萧家，弹指可命。萧天得罪了大半辈子，这么跟我萧家说话的人，还是头一个。萧家的管家萧天子来了，他身边那不是华药房华神医吗？还有他师傅丹晨，丹晨仙师，人称龙一天使，一直是萧家的供奉。这次把他也带来了，看来对药王一类势在必得呀。怎么是他呀？干爹，救我！干爹，救我！老大，还不赶紧放了我干儿子！行，给你。干爹，他还要杀我，干爹，你帮我做主啊，干爹！帮我收拾他，收拾他！萧总管，我看这件事情可能是有什么误会，还是不要打扰各位好。误会？这小子都快杀我干儿子了，你告诉我这是误会？就是。儿，你这是何意？你为什么帮着外人说话？师傅，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练出了还魂丹的世外高人。什么？还魂丹是那小子练出来的？岳峰，你是不是在逗笑师傅啊？那小子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贼，他怎么可能练出仙丹？师傅，你要相信我呀！能练出还魂丹的绝非常人，我们还是……我知道最近你劳累过度，认知有点偏差。小总管，你让本仙师到此，你不是说有份绝世丹方吗？拿出来让我看看呀！仙师稍后，丹方呢？还赶紧拿出来啊！对，丹方在这。仙师。是，好，太好了，这果真是一份绝世丹方。本仙师炼丹硕士在，从未见过。今天第一次见到这如此玄妙的丹方。这龙纹清玄丹一旦炼成，绝对助你萧家拿到药王之位。那就
有劳仙师了。区区一张已经过了时的丹方，在你的眼里却如获至宝。什么龙夷天师，不过如此。你说什么？小子，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你这龙夷天师只是浪得虚名，徒有其表。放肆！小小子，你可知道这丹仙师是什么人？他可是医术界的泰山和北斗，一手炼丹术，冠世天下。岂容你小子敢机会？哼，这是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罢了。像你这种人，在我们那里只配做个看门丹。住口！你念过《本草经》吗？你知道龙门丹穴吗？你懂什么叫云剑七千吗？恐怕你连最基本的丹药等级都不知道。我丹晨7岁学医，10岁炼丹，18岁投师下山，游遍天下，踏遍万里山河，悬壶起始，就此不杀。不知我写了多少药方，也不知道炼了多少仙丹。你一个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，竟敢在老夫面前大言不惭！今天本仙师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炼丹。小凡，按照丹方上抓几个中药，另外把我的丹炉拿来。可是，快去呀！小子，瞪大眼睛，太好了！没想到今天竟然亲眼目睹丹晨仙师在这炼丹，今天是此行啊！没错，丹晨仙师乃是名满天下的龙夷天师啊！不知道他今天能炼出什么绝世的仙丹呀？这小子竟然敢质疑丹晨仙师的炼丹术，简直是不知死。对吧？有我在。哎，你这，亏你还秀得出来！你知道丹仙师最讨厌的是什么吗？最讨厌就是别人质疑他的炼丹本领。你今天敢当众诋毁他，等这仙丹炼成了，看你怎么死！小子，我这枚龙纹精选丹，品质如何呀？这是丹灵，这是上品的龙纹精选丹呐！恭喜师傅啊，只获上品仙丹一枚，您的炼丹术又精进了。有了这枚仙丹，今日的药王位置必定是我们萧家的囊中之物了。小子，你现在还敢说我浪子虚名，徒有其表吗？今天你也不跪下给我磕3个响头！你想出这个门？你们管这叫龙？我看这不过是一条虫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宁晨，你承认别人比你强，就真的有这么难吗？就是，人家丹晨仙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现场炼制了丹药，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他有多优秀，不像你只会在这里嘤嘤狂吠。小子，听你这语气，对丹仙师所炼制的仙丹不屑一顾。莫非你能炼制出更好的？是，又如何？好，如果你能炼制出更好的仙丹，我对你刚才的无礼可以既往不咎。但若是你炼制不出来，我会亲手取了你的狗命。宁晨，别冲动，连丹炉都没有，你怎么炼丹啊？宁晨，我知道你在帮扶沈家，不会要付出，但有些事情不能勉强。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小子，药材我就不说了，可以免费提供，但这顶丹炉是我萧家的至宝，概不外借。谁说我要你们的丹炉？那儿，不就有一个现成的？宁晨，你真不会要用这个千斤顶用作丹炉来炼丹吧？你咋不上天啊你啊！果真是个没文汉。这炼丹最讲究的就是火候，丹炉越大，火势就得越大，若有1毫之差，便千里之势。这巨鼎重千斤，你让他怎么炼？那就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。我神主公听我号令，战！这是三昧真火，这小子怎么若有这起火？三昧真火人间罕有，听说只有世外的仙人才会运用。师傅，我早就跟您说过，他绝非凡人，您偏不信。行去火，99归1。你这怎么回事？那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出来。
今日我便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龙纹清玄丹。给我去！哎呦！红玉，你确定宁晨就在这里？确定。今晚这里在召开药王宴，宁先生好像要帮沈家伺候药王之位。好，只要我嫁给了宁晨，家族的人就再也无法左右我的婚姻了。刚才那是什么声音？走，进去看看。龙，好大的一条龙！这是丹梁，龙纹清玄丹的丹梁，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。这怎么可能啊？差距太大，和他这个比起来，师傅那个丹子小如蚯蚓。丹晨仙师，你觉得我这颗龙纹清玄丹品质如何？如此丹灵，莫非就是传说中的极品仙丹？还算你有眼。凭借这枚极品仙丹，试问在场的各位，还有谁想与沈家争夺这教王之位？对，还有谁？我不同意！同样是龙纹清玄丹，你怎么能炼出这么高品质？莫非我们的丹方是假的？我们的丹方是假的？假呀！哎，赵师傅，你那古丹方从哪来的？是神教他那小子给的。是凌晨那小子给我的。不，那小子明摆着在耍你，怎么可能那么好心给你古丹方？你们不必疑神疑鬼，你们那张丹方是真的，只不过我在那上面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。小子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干爹。什么？你说他就是您家当年那个遗孤？千真万确。原来如此，难怪你对我们萧家的敌意如此之深，甚至还故意送出一张假的古丹方，为的就是放红线钓大鱼。只可惜呀，我这线倒是放出去了，钓到的却是一条微不足道的杂鱼。说我们是杂鱼？年纪不大，口气倒是不小。小子，你既然故意引我们萧家过来，想必是已经做好了你死我活的准备。但如果你能把你手上那张丹方乖乖的交出，我兴许可以大发慈悲，留你个全尸，如何呀？我若是不呢？跟你，来人，把这小子给我抓去，严刑拷打！我秦宁霜的男人，我看谁敢动！我秦宁霜的男人，你们谁敢动，就属于我秦家为奴。你又是哪野鸡在这里出口狂言啊？他可是上京秦家千金秦宁霜，敢对他出言不逊，想死不成？秦家大小姐，这就是秦家千金秦宁霜，这可是传闻中家喻户晓的大才女啊！秦家号称上京金鼎世家，与萧家并列上京双雄。可这堂堂的秦家大小姐，为何称这宁晨这小子是她的男人？为何？因为宁晨是我的未婚夫。什么？宁晨这家伙竟然是秦宁霜的未婚夫？这是不是哪儿搞错了呀？啊，宁晨不过是个山野村夫罢了，何德何能成为秦家千金的未婚夫啊？秦小姐，其实我……宁晨，想必你也知道，你我之间有父母定下的一份婚约。如今我携带着1000亿嫁妆前来迎嫁，你可愿娶我？把聘礼呈上来。只愿君心似我心，不负日夜相思意。此乃天元大师匠心打造玉如意，愿你我二人两情长久，天地为证。愿愿一帘幽梦，春风十里柔情。此乃传奇画师王老真迹，幽梦共情。愿你我花好月圆，长相厮守。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此乃天山地王玉雕刻，鸳鸯戏水。愿你我二人行比世间，海枯石烂。另外，这是我秦氏集团的股份转让协议，愿你我二人可以抛开世俗烦恼，携手相伴，共赴这繁华盛世。秦氏集团涉足世界所有产业，价值1000亿，就这么给他撒手的？这
这秦大小姐随便拿出一份聘礼，就能超过我们3大家族的资产总和。就是啊，这到底是我疯了，还是这个世界疯了？秦家千金居然主动带着天价嫁妆，宁家宁晨这个土鳖！姐，这到底……快乐，我不相信，宁晨他只不过是一个被我退了婚的舔狗，秦家大小姐怎么可能会看上他呢？闭嘴！也不看看你自己是什么德行。宁先生是我家小姐看中的人，你也配评头论足啊？秦景双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这么明显的事情，难道看不出来吗？我在向我中意的男人求婚。求婚？你明明已经跟我萧家大少定下了婚约，现在却跑来跟其他男人求婚，怎么是不把我们萧家放在眼里？你说的是萧明辉啊？一个只会吃喝玩乐、游手好闲的二施主，有什么资格成为我秦明霜的丈夫？再，我为什么要把你们萧家放在？那你可知，宁晨这小子就是宁家当年那个遗孤，与我萧家是不死不休的子敌。不用你提醒，宁晨的身世，我比你们都清楚。当年宁家是金陵一流世家，你们萧家为了将其吞并，联手黑龙会，还有蒋、周、李3家，不惜将宁家妻室3口屠杀，还把罪名嫁祸到宁晨身上。这一切的一切，我都清楚得很。当年宁家被灭，这背后可有这么一件不为人知的秘密。怪不得宁先生一定要和萧家针锋相对。哼，既然如此，上京萧家却是死不从心。不要被这个女人蛊惑。当年宁家被灭，宁哥这个畜生干的。没错，我们蒋家是清白的，宁家被灭门跟我们家毫无关系啊！对，我们周家是高风亮节，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。女双，你少仗着你是秦家大小姐的身份，在胡说八道。我有没有胡说八道，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秦景双，你今天是要执意跟我萧家作对，保着小子。萧天阁，你也太高看自己了，区区一个萧家总管，也配让我家小姐跟你作对？放肆！你一个下人，敢这么跟我干爹说话？你算是个什么？也敢对我的人指手画脚？干爹，他也打我！你以为丢人现眼的东西？秦景双，我看在秦家的面子，不想与你起冲突。今天我也可以不杀宁城这酒，但他手里那张单方是萧家看上的，必须拿出来。你们萧家看上的东西，就必须得是你们的。今天只要有我在，你们动手抢一个试试。只要有我在，你们动手抢一个试试。你很好，今日之事，我如实上报回萧家。咱们走着瞧。我们走。哥爹，这就算了。哥爹，师傅，傻小子这帮人要不要把他拦住？为什么要拦？放他们回去通风报信，这样才会有真正的大雨上高。师傅高见呐！等等，他们能走，我说过你们能走吗？你这还要干什么？宁家当年被灭门之际，你们3人鸠占鹊巢，瓜分了我宁家大部分财产。这些年想必你们也该享受够了，是不是该连本带息的给我吐出来？你胡说！我们3人能有今天，全都是靠勤劳奋斗得来的啊！跟你们宁家有什么关系啊？小子，别仗着有秦家大小姐给你撑腰，你就为所欲为，我们可不怕你。是吗？你对我们做了什么？你对我们做了什么？噬心蛊。噬心蛊，据说中了噬心蛊没有解药，3日之内必定7口流血而死。宁晨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，你并非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。3日之内7口流血而死。3日之内，我要你们将从宁家掠夺的所有资产连本带息的奉还，否则自己去阎王殿报到吧。另外，我还宣布一件事：从今日起，沈家正式晋升为药王世家。如有不服者，来找我便是。我来者不拒。秦小姐，借一步说话。爷爷，宁晨他放他去吧。
我相信他能做好一切。金小姐，婚约之事。宁先生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我之间的婚约是我爷爷定下的，不可违背。你我虽然第一次见面，但我已经认定，你就是我要寻找的那个人。金小姐，天下那么多男人，为何你却偏偏盯上我一个人？想必你也听到了，我家族之人逼迫我与萧家大少萧明辉联姻。萧明辉是个出了名的纨绔子弟，我断然不能同意。刚好我和你又有婚约，与其和自己厌恶的人结婚，还不如选一个自己喜欢的。你说呢？承蒙金小姐看得起，但是我已经有了喜欢的人，结婚之事恕难从命。哎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如此不知好歹？我家小姐都这么放低姿态了，你居然还不领情？你知道有多少人想做秦家的乘龙快婿吗？宁先生喜欢的人就是那个沈暮雪吧？不知我差了他哪里？这不是谁差谁的问题。金小姐，如果你是因为家族原因才迫不得已选择跟我结婚，其实大可不必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宁某向来不喜欢察人人情，既然你刚才帮了我，即便没有婚约仪式，我也会帮你解决萧家。你要怎么解决？我承认你是有几分本事，可萧家的势力并非你想象的那么简单，你斗不过他们的。萧家即便再权力滔天，说到底也只是个世俗门阀，不值一提。既然宁先生这么自信，我就信你一回。明日我全邀宁先生到我的金鼎国际做客，届时我们一起商讨如何对付萧家。我会去的。小姐，这个宁晨分明是在装腔作势，就凭他，要怎么帮你对付萧家？比起这个，我倒是对他这个人更感兴趣。从小到大还没有人拒绝过我倒是想看那个沈暮雪，当真有他说的那么好吗？明华，你都跟了我一路了，何不现身一见？青云阁圣女霓凰，见过少主。你不在青云阁待着，跑到这里来干什么？老阁主不远天机，料定少主已经度过情劫，特意派我前来通知你，回去继承他的衣钵传承，执掌青云阁。唉，这个老头子，什么事都瞒不过他。不过回去之事暂缓，我现在还有些事尚未处理。你来的正好，去帮我调查一下上京萧家。上京萧家？上京萧家作恶多端，倒行逆施，本该天理难容，却依旧存活至今。本座很好奇，他背后究竟站着是什么人，才敢如此胡作非为？是。宁晨，你之前为了我拒绝了那位秦家大小姐，你会不会后悔？后悔？为什么要后悔啊？你想啊，那个秦凌霜，无论是身份背景，还是财力啊、势力，各方面条件都比我优秀，可你却选择了我，这让我有些……暮雪，你不必妄自菲薄，在我眼里，你永远是最优秀的。至于你所说的那些身份背景、财力势力，在我眼里一文不值。我哪有你说的那么优秀啊？你有，你之前答应过我，只要我跟金一双退完婚之后就能碰你。我已经兑现了自己的诺言，你什么时候兑现自己的承诺？可是……怎么？你想耍赖？我没有，只不过……放心，我会很温柔的。什么？你说我父亲和萧家都要来金陵，他们来做什么？真实目的尚不明确，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断定，他们这次在金陵碰面，会敲定小姐你和萧家大少的婚事。看来事情发展的远比我想象的更加紧迫。不行，我必须得赶在他们到来之前，先把这边的婚事尘埃落定。定城怎么还没到？秦凌霜，你身为我的女人，这心里边却装着其他的男人，这样是不是有些不合适了？萧明辉，你来做什么？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啊，你连夜从上京跑到金陵，无非就是想逃避跟我的婚约，而我来，就是想要逃啊，不可能！还有，你之前嘴里提的那个宁晨，就是你之前的未婚夫吧？有什么问题吗？
你是个聪明人，你知道我萧家跟宁城之间的恩怨，你就算再怎么不想嫁给我，也没必要找一个丧家之犬、穷途末路的鼠辈来恶心我吧？萧大少不必自作多情啊。我找宁城的确是我跟他有份婚约，跟你啊没有任何关系。你的这点伎俩啊，骗别人还可以，但是想骗我萧明辉，你还嫩了点。我奉劝你，不要跟宁城有太多的瓜葛，不然萧家保不住你，宁城更保不住你。可我宁总想保的人，还没有保不住的。可我宁总想保的人，还没有保不住的。宁城，你终于来了。你就是宁晨，那个宁家遗孤。别的不说，单说现在我萧家满城在仇，你还敢出来抛头露面？单说这份勇气，值得称赞。好牛啊！如果我不抛头露面，怎么会引得萧家这条大鱼上钩？你到现在心里边不会还藏着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吧？我已经听萧总管说了，昨天你大闹药王宴，害我们萧家失去了药王宝座。但是这又怎么样？对，你确实是有点本事，但是这不足以动摇我萧家的根基，更不足以让你跟萧家抗衡。你就那么自信啊？宁晨，这萧明辉的确是有备而来。我刚收到消息，萧家举足空降精灵，看这样子就是专门来对付你的。哦，秦小姐，你不必往这小子脸上贴金。我萧家此次空降精灵，对付你只是顺便，更重要的是拜见青云阁的少主。青云阁，那个传说中的修仙门派。没错，这几天一则关于青云阁的消息席卷了大江南北。老一辈青云阁主将要退位，将由一位他的衣钵传人青云阁少主继位。届时，整个九州将会重新起来。那这跟你们萧家来精灵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了。我们收到可靠消息，那位青云阁少主此刻就在精云。若我们萧家傍上了这棵参天大树，试问这九州八荒，谁还敢与我萧家争锋啊？谁还敢与我萧家争锋啊？你凭什么认为那位青云阁少主会接见你们萧家？单凭我们萧家，当然不足以引起那位的重视。但是，只要秦萧两家联姻，届时两个上京的顶级豪门强强联手，就算他是青云阁少主，也要卖我几分薄面。为此，我们特意准备了青云宴，诚邀青云阁少主为我秦萧两家证婚。你呀，不过是我们平步青云路上随手捏死的一只蚂蚁而已。难怪我爸不远千里跟着跑来精灵，原来是因为这个。宁晨，你现在知道你跟我们萧家之间的差距了吗？别以为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就能让我们气急败坏、自乱阵脚。你呀，连让我们萧家正眼看你一眼的资格。青云阁创立的初衷是行他人不敢行之义，除他人不敢除之恶。萧家残害忠良，泯灭人性，罄竹难书。只要稍微懂一点礼义廉耻之人，都会避之而不及。如果青云阁少阁主会帮这样一个臭名昭著、人人得而诛之的家族撑腰，那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罪？放肆！臭婊子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敢对青云阁少主评头论足，我逆了不成？你又算什么东西？敢对本座指手画脚？哎，宁晨，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，我萧家灭了你林家，为什么还能逍遥法外、存活至今呢？因为我背后仰仗的正是青云阁。什么意思啊？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我萧家有人在青云阁担任要职，此次的青云宴也正是他促成的。换句话说，无论我萧家犯下何等滔天大罪，背后都有人偷底。这位白鹤道长就是最好证明。吾乃青云阁外阁之士，奉命护少英萧家周全，
听说你之前在药王宴上让萧家颜面尽失，胆子不小啊你！你既是青云阁之人，就应该深知上善若水、清静无为的训诫，怎么会以萧家这种人面兽心的畜生，狼狈为奸、为非作歹？你在教我做事？宁晨，这个白鹤道长跟你之前遇到的人都不同，他是真正的修道之人，你斗不过他的。倘若无被修道之人都如他这般不明是非、不分善恶，这道不修也罢。你说谁不明是非、不分善恶？信不信我活剐了你？白鹤道长，此人啊就是一个遗孤，毫无家教，满口。哎，赶紧将其斩草除根。念及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本想饶你，可你非得自寻死路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替天行道，铲除你这个祸害。你素知我一个日夜争辉。白鹤道长，没事吧？我的修为，你为什么会轻而易举地废除我的修为？这不可能！看在你对青云阁做事的份上，本座只是对你略施惩戒，日后胆敢再回做差，我定会亲自清理门户。还有你，回去告诉萧振山，他想借青云阁少阁主之手让萧家屹立于万族之上，我会亲手破他这种人。滚！到底是什么人？想知道？很快你自会明白。你给我等着！宁晨，我……秦小姐，我明白你着于突破困境的心情，但还请你稍安勿躁。这婚我是不会跟你结的，但是我答应你帮你对付萧家，我绝不会食言。宁晨，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还在说什么大话？莫非你以为打败了青云阁一个外门执事，就自觉可以目空一切？像白鹤道长这种人，萧家比比皆是，青云阁更是如此。你莫非觉得自己能与整个青云阁抗衡？我当然不可能和整个青云阁抗衡，但是新官上任三把火，青云阁长时间疏于管理，现在正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，是该好好肃静一下。虽然我不知你是从何来的底气，但我会跟你站在同一阵营。小姐，怎么连你也……让我嫁给萧明辉，还不让我去死？反正横竖都是死，我为什么不放手一搏呢？至少还能有一线生机。秦小姐果然好过瘾，既然你选择相信命运，我自然不会让你失望。我会让你坐上秦家第一把交椅，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左右你。我很期待。明辉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白鹤道长为什么会受伤？是那个宁晨干的。你说的是宁家那个尼姑？宁晨？对，没错，就是他。不知道他从哪儿学来的本领，连白鹤道长都不是他对手。白鹤道长，你没事吧？那小子下手可真够狠的，我这一身修为已经丧失殆尽。萧家主，你们萧家这次招惹的可是个狠角色啊！狠角色！我萧振山凭着一己之力，把萧家扩大成如此之规模，我碰到的狠角色还少吗？我现在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？至于那个宁晨，我迟早会接过他。但是现在青云宴是重中之重。爸，你说那个青云阁少主，他真的在金陵吗？这个消息是你二叔传过来的。你二叔是青云阁的大长老，难道还会有假吗？我现在已经以萧秦两家的名义给青云阁的少主发去了请帖，加上你二叔的周旋，青云阁的少主至少要给咱们3分薄面。太好了，爸！如果咱们有了青云阁少主的支持，那我们萧家就会扶摇直上，问鼎万族之巅。到时候咱们灭一个宁晨，那不就是手到擒来之事吗？少主已经调查清楚了，萧家背后最大的倚仗正是我青云阁。萧家二当家萧沧海30年前拜入我青云阁门下，如今已坐内阁大长老之位。少主当年家族被灭，也正是萧沧海从中推波助澜。果然是他。
这萧沧海资质平平，竟然能在短短的30年内，从一外门弟子坐上大长老的位置，可见其城府极深。难怪能滋生出萧家这样的祸害。少主，这是萧沧海托我转交给您的清明帖，他想邀请您3日之后参加清明宴，为萧景乃的最后。我在清云阁修炼多年，从未真正露过面。萧家肯定不会想到，他们那位处心积虑想要巴结的清云阁少阁主，竟是当年为他们灭门的一家一股。要不要我帮您回绝？为什么要回绝？本座正愁不知如何将他们一网打尽，他们却主动送上门来。吩咐下去，3日之后的清云宴，本座会亲自去给萧家站台，顺便送他们上路。是。丹大师，我丈夫的情况如何？他还有救吗？抱歉，苏太，苏家主这病做事太过罕见，我也是无能为力啊。连您也没有办法吗？丹大师，你可是龙翼天师啊！丹大师，只要你能治好我父亲，无论多少钱我们都可以给你。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不过看在你们如此诚意的份上，我给你们指一条明路。什么明路啊？3日之后，金陵将举办一场清云宴，届时清云阁少主将为亲临。清云阁少主，他可是守卫通天的修仙之人，你们若是能求得他出手相救，兴许苏家主还有一线生机。求仙人治病？可是丹大师，您刚刚也说了，这位清云阁少主是位手段通天的修仙之人，我们恳求，他未必肯帮啊。那也总比坐以待毙的好。能否让苏家主醒来，就看你们自己的造化。凌晨，你领我参加宴会，不会是青云宴吧？没错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听说能来参加青云宴的，无不是位高权重的大人物，以我们沈家的资历，够吗？穆雪，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我们沈家现在可是药王世家，那我们资质都不够，谁够啊？更何况，这摆明了就是某个乡下来的土鳖，想借着我们沈家的名义过来长长见识，这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沈江河，不能这么说话，她好歹也是你的妹夫。哎，我可从来没有承认她是我妹夫啊。哼，应晨，我们别理他，既然我们来得来，那我们就先进去吧。好。啊！没事了。贱人，你走路没长眼睛的吗？对不起啊。瑶瑶，新会马上开始了，你怎么还在这？蒋少、周少，你们来的正好。这个贱人刚才故意撞我，把我的东西弄坏了。什么？这位小姐，刚才明明是你自己走路撞上来的，为何你如此蛮不讲理啊？到底是谁蛮不讲理？这双水晶鞋是我最爱的鞋子，我今天特意穿出来面见青云阁少主，没想到却被这个贱人给我弄坏了。哼，我不管，今天你们必须给我一个说法。这位小姐，稍安勿躁，你的鞋坏了，我们赔你不就是了？瑶瑶这双水晶鞋是特意从国外买的，价值3000万，你们赔得起？什么？3000万？切！一双破鞋能值3000万呐？我看呢，也就30块差不多，不就省个钱嘛？哎，这里是300块，拿去买双新的，多的就当是我赏给你。300块，打发叫花子呢？兄弟，做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，给我个面子啊！你算有什么东西啊？也敢叫我给你面子？切！你们怎么打人呢？我可是沈家少爷。沈家少爷，那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竖起你的耳朵听好了，我金陵蒋家大少，这2位分别是周家大少和李家大小姐，区一个沈家，也敢和我们金陵3大家族较真？我腻了，你们是金陵3大家族的人。蒋少，这都是误会，我不知道你们的身份呢。我要是知道的话，就是给我1万个胆子，那我也不敢呐。现在知道了，那还不赶紧赔钱？3000万。我们也拿不出来这么多钱呢，拿不出来啊！这妞儿长得倒是有几分姿色，既然拿不出钱来，那就让她陪老子睡睡，这账就2000了，如何？给穆雪磕头道歉，本座饶你不死。让我磕头道歉？小刚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林晨，你疯了吗？他可是蒋家大少，你敢对他无礼？你想害死我们沈家吗？蒋家大少，就算蒋凯在我面前，也得乖乖装个孙子，算是个什么东西？混账东西！你敢对我爸不敬，老子弄死你！江涛，难道你爸爸没告诉你吗？你们蒋家连同周李2家，要在3日之内连本带息吐出不义之财。寨主知道是谁吗？就是他，
宁晨。爷爷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宁晨胡闹也就罢了，你怎么也跟着胡闹呢？我们得趁这个机会赶紧跟这个废物撇清关系，否则早晚被他给连累死的。哎呦，早上我爷爷年纪大了，这脑子不好使，他也说的话别当真啊！你们要找宁晨，是他对你出言不逊。住口！宁晨本来对沈家有恩，于情于理，我们应该同他站在同一条战线。况且我说的句句属实，你要再胡说八道，我判你不认人。还句句属实，老东西，你得老年痴呆了。我周家是何等的背景，他又是什么背景？你说我爸会把资产给这小子做春秋大梦吗？你就是讲周礼，可是金陵3大世家，且不说我们背靠上京萧家，金陵这个地方，也就只有黑龙会能跟我们相提并论。让我们把钱给他，他配吗？配不配？你可以把蒋凯、周云、李昭3个人叫过来，你亲口问问他。你以为老子是吓他？收拾你呗，还用不着我爸亲自动手。本来啊，我只是打算玩他一个，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老子要他一辈子给我为奴为反。找死！我的手！快给蒋叔打电话，就说蒋少被人给废了。好。蒋家主，真的就没办法了吗？我们要把所有的资产都交给宁晨那小子。就是啊，辛辛苦苦打下的基业，现在成了别人的家业，我不甘心。你以为我甘心啊？但是还能有什么办法？我们3个都被新宁那小子中了失信蛊，如果不按他的意思做，我们都会死的。喂，小叔，查被人废了，你赶紧过来一趟吧。什么？他是被人废了？不管是谁，跟我通知他。我去了，非扒他的皮不可。蒋家主，刚才电话好像是我儿子周红打过来的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也不知道哪个没长眼的，把我儿子的手给废了。对了，你女儿跟你儿子也在，你们得赶快过去，不然他们凶多吉少啊！啊！是骨肉平阳被犬欺，才刚落魄，居然欺负到我们头上来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就算是落魄了，那也是送死的骆驼比马大。走，看看去，谁这么不讲理？走！小子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死定了！我已经给蒋叔打过电话了，他已经在赶路上了。今天你们所有人都别想活着离开！宁晨，你看你干的好事，这下我们全都被你给害死了！江河，你不得无礼！爷爷。你怎么还帮这个丧门星说话呀？全都是因为他，这下我们沈家彻底完了呀！你蒋少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们要杀那个宁晨，帮我们沈家一条生路。滚开！王八蛋，敢动等我爸来了，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！到时候是谁死，还不一定呢。我看看谁这么大胆子，连我蒋凯的儿子都能够。爸，你总算来了。你再不来，你宝贝儿子就被人打死了。儿子，你放心，不管是谁敢在我们蒋家头上撒野，我保证他后悔来的这个世上。爸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当然是过来给你们撑腰来了。这还没到鼠年呢，你这贼眉鼠眼之辈，竟敢胡乱出来蹦跶，真是不知死活。没错，老子也想看看到底是谁如此不知好歹。3位家主，就是他。刚才就是这小子废了蒋少的手啊！我劝过了，拦不住，根本拦不住。是谁呀？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动老子的儿子？爷爷，背对着我就可以掩耳盗铃了。抓过来，给老子下跪！想让我下跪，你敢不敢再说一遍？宁，没错爸，他就叫宁晨，刚才不分青红皂白就废了蒋少，还想对我跟周少动手，你快帮我收拾他！收拾我？你问问他们，敢吗？混账！黑虎爸都来了，你还敢这么嚣张？当真这么想死？闭嘴！爸，你打我做什么呀？蒋叔，你打错人了，是这小子废了蒋少的手，你应该打他才对啊！你给我闭嘴！爸，你疯了！你打我做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你招惹不起的存在。3位家主，你们是不是弄错了？这个宁晨就是一个乡下来的土鳖，毫无背景可言的，有什么招惹不起的？江河，你给我闭口！爷爷，你想跟这个废物一起死就算了，你干嘛非拉着我一起啊？我还想活命呢！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沈江河正式离开沈家，从此以后，沈家的死活跟我再无半点关系。去，混账！还在这干什么？赶紧过来给3位家主磕头赔罪！去你的！你他妈要是不讲活了，我现在就整死你！李家主，你打我干嘛呀？我是在帮你呀！不要你帮，你们连他都没有，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他能是谁呀？不就是我们沈家的赘婿吗？小人蒋凯，周明，上，现在给谢谢。爸，你们在发什么神经呀？你们为什么给他下跪？他刚才想杀了我们，你赶紧起来弄死他！你给我闭嘴！既然对他不敬，赶紧滚！
跪下道歉！为什么要给他下跪？他刚才凭什么？就凭他一句话就能定咱们生死？一言定3大家族的生死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给我滚！跪下！你们两个有不想死的话，跪下！宁先生，是我等教子无方，唐突了您，回去一定要好好教育他啊！蒋家主，你们金陵3大家族看来还真是嚣张跋扈惯了，竟然能养出这么3个毫不讲理的子女。宁先生，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宁先生，请不要赶尽杀绝呀！求您高抬贵手。1天，我最后给你们1天的时间，把你们所有资产全部上交，否则等着给自己收尸吧。是，我回去马上把所有的资产都转到您名下。滚！你愣着干嘛？走啊！爸，我们不能走呀，我们是来参加庆云宴的。你我的小祖宗啊，什么庆云宴、白云宴的，保命都去，走啊！那现在你还想跟我撇清关系吗？妹夫，我错了，刚才是我有眼不识真龙啊！原来你和3大家主认识啊！哎呀，你早说嘛！刚才我差点就误会你了。差一点儿，你这一点儿差的可有点多啊！哎呀，时候也不早了，庆云宴马上开始，我们赶紧进去吧！站住！我记得刚才某个人说过，他要正式离开沈家，从此沈家的生死与他再无半点瓜葛。那这青云宴，你准备以什么名义参加？聂晨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莫非是要拿我当外人呐？爷爷，你看看他刚进我们沈家的门就想反客为主啊！你也不说说他。接着，宁城本来就是沈家人，哪来的反客为主啊？倒是你，庆云宴之后回家来取户口本，我们一起把你的户口交了。以后你要再以沈家人自居，我打折你的狗腿！宁晨，走。慕雪，我可是你亲哥哥呀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！亲哥哥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你好自为之吧。慕雪，妹夫，爷爷，你们不能丢下我不管呢！二弟，白鹤道长的伤势如何？小书生出手极强，将白鹤的修为费尽。不过，我运用了青云阁的禁术，将其修为恢复了8成。感谢大长老，感谢小家主。想不到当年宁家覆灭，竟留下这么一个祸患。小家主，这就是你们斩草不除根的后果。现在除掉他也不晚。今日庆云宴，只要你我2家得到少主的支持，通过联姻的方式强联合，试问这世间，谁还能与我等争锋？不错，青云少主深得老阁主的真传，听说近日渡过3大劫难，成功未有先伴。有他坐镇，莫说区区一个宁家余孽，放眼九州内外，有无人敢与萧秦2家抗衡？只是秦家主，你那个女儿秦凝霜好像并不同意这个婚事。这个由不得她，是她嫁不嫁也得嫁。庆云宴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赶紧赶过去，千万不要怠慢了青云少主。哎呦，这就是庆云宴吗？不愧是给青云阁少主举办的宴会，这规模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呀！毕竟青云阁少主即将接任阁主之位，这可是九州第1大势力。你看，今天来的不仅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，还有很多江湖人士，想必啊都是来一睹少主尊容的。站着怪累，咱们赶紧找个位子坐下去。是呀，这些座位你们可没资格坐。哎呦，林大少，林少，这个座位还有什么讲究吗？当然有。今日青云宴，来自五湖四海的大人物齐聚一堂。看到那把交椅没？那是萧秦2家为青云少主准备的青云龙椅。这些座位也就分3、6、9等，离舞台越近的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。我也是看在丹大师的面子上才带你们来的，你们只配做末席。刚才要不小心坐上了这首席之位，后果可不是你们能承受得起的。啊，原来还有这种讲究呢！多亏林少提醒，否则我们这小命就不保了。可是坐在末席，我们还怎么接触到青云少主？我还想请求青云少主救我丈夫的命呢。当初本想赐你们苏家一场机缘，你们却弃之如敝履，现在却又跑过来求我救命，你们不觉得这很可笑吗？宁晨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我当然是来参加青云宴的。还参加青云宴？我看你啊，就是在跟踪我姐。宁晨啊，宁晨，你口口声声说对我姐没意思，可是我姐每次出现在一个地方，你闻着味儿去，你怎么这么喜欢当舔狗啊？宁晨，你这个扫把星，别白日做梦了。我是不会把女儿嫁给你，赶紧给我过来！
果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你们苏家这副自以为是的嘴脸，还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你说谁自以为是呢？难道不是吗？你相貌普通却傲上惊下，才短姿色却又尖酸刻薄。像你这种人尽可夫的残花败柳，在我看来，远不如暮雪的一丝毛发。苏以柔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到底在骄傲些什么。你，苏以柔，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你挺可怜的。你的条件其实并没有比我差到哪里去，可你太过骄傲，以至于看谁都自觉高人一等。宁晨远没有你想那么不堪，他的优秀令你望尘莫及，他注定会成为9天龙凤，让你高不可攀。很快你就会知道，当初你拒绝宁晨是一件多么可悲的错误。你说我可悲，我倒是觉得你可悲。宁晨惹怒的可是萧家，今天还敢出现在这里，注定是死路一条。你还这么死心塌地的跟着他，我劝你啊，还是早点迷途知返。宁晨他真心对我好，即便真有那么一天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好一对生死与共的亡命冤灵。凌晨，我挺佩服你，明知道今日来有来无回，还把自己最爱的人带来陪你一起死。我是该夸你有胆量呢，还是应该夸你有勇无谋呢？哼，你怎么就那么确信今晚死的人是我，而不是你？当然是。想必你也听说了，萧家与青云阁的关系匪浅。萧家的二当家那是青云阁的大长老，就凭这层关系，你觉得你还有活路吗？啊，恰恰相反，今日的青云宴，只要我一句话，就能断绝你们所有人的生路。又下错了。宁晨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还你一句话就能断绝我们所有人的生路，你有那个本事吗？宁晨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以为你是举世无双的青云少主？你当我是被吓的？比起这些呀，我更好奇的是，你们几个是怎么混进来的？须知今天到场的必须有萧秦两家颁发的请帖，你的呢？啊，看看。参加青云宴还需要请帖？宁晨，你之前也没跟我说，我们岂不是？我看你们这个样子，该不会是没有请帖，偷偷混进来的吧？胆子可真大呀！啊！哎呦，没有受到邀请就自己舔着脸过来，可真是丢人现眼呀！沈暮雪，你刚刚说我会后悔，你看现在这情形，到底后悔的人是谁啊？宁晨，我们没有请帖，私闯青云院，被他们发现，没有好结果。此地不该久，他们走啊！你要干什么？先把这儿当菜市场呢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是。老爷子莫慌，今日我们哪儿也不去，毕竟这青云宴少了我，可没法开。不知所谓，今天要么请帖拿出来，要么把命拿出来。上，你不用跟他费那么多话，他肯定拿不出什么请帖。敢擅青云宴，直接杀一儆百，以儆效尤。区破请帖，谁说我没有？睁大你那眼睛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青云帖。林少，青云帖是什么？我刚刚说了，今日到青云宴的人分3、6、9等，这请帖也做了区分。我林家拿到的是3等帖，只配做3等席；强如萧秦两家，也只能去做1等席。那这青云帖该坐哪儿啊？青云帖，乃全场之最，自当立足于万人之上，君临天下，俯瞰众生。你说该坐哪？君临天下，俯瞰众生，莫非是青云龙椅？那他岂不是青云少主啊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这个家伙就是一个山里来的土鳖，怎么可能会是青云少主呢？我相信。兄弟，4个字，撕毁请帖可是偷天大罪。萧秦两家怪罪下来，你我东山头，你死了。宁少，你被宁城这个废物给骗了。我被骗了？是呀，宁城的底细你还不清楚吗？一个穷乡僻壤来的野小子不说，他还是当年那个宁家的余孽呀！这种人怎么可能拿得出请帖吗？是啊，林少，您刚刚不是说了，这青云帖只有青云少主才有资格拥有，他宁晨算个什么东西？他呸！依我看，这青云肯定是他伪造的。哦，你小子胆子大呀，敢伪造青云帖！区破请帖，我还犯不着伪造。宁晨，你还不找个臭水沟照照自己那副担心事情败露、强装镇静的样子，还一张破请帖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你连一个破请帖拿不出来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今日青云宴
到场的各位群雄均以青云少主为尊，你想借此机会找个靠山，谋一条生路，对吧？不过你千不该万不该呀，凌晨，你不该把主意打到青云少主头上来。这份罪名，莫说是你，就连沈百川乃至整个沈家，也是担当不起的。这小子就是宁家那个余孽宁晨，他明知道自己正被萧家通缉，居然还敢出现在这里。他伪造青云帖，是妄想抱上青云少主这棵参天大树，好让萧家变得手下留情。真是异想天开啊！他本来就是一个该死的人，现在又罪加一等，他今天肯定在劫难逃。宁晨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伪造青云帖这样的罪名，我们可承受不起。放心，今日青云宴为我而开，群雄汇聚为我而来，该滚的人应该是你们。宁晨，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些什么？今日在场的贵族门阀，哪个不是位高权重的领域龙头？他们随便动动嘴皮子，就能把你撵到渣都不剩。你凭什么在这里口出狂言？口出狂言是小，要是惊扰了青云少主的大驾，萧秦两家怪罪下来，把你这条命交了，都弥补不了。快给我跪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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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何人敢在青云宴吵闹？还你来了不成？萧大人，您来正好。这小子叫宁晨，胆大包天，竟敢冒用青云少主的名讳到处周游政变，是死不足惜。谁干的？抱歉，萧大少，你不该乱丢垃圾的。我现在就把这里打扫干净。我在问你，是谁撕的？是我撕的，不过这青云帖是假的，所以我才撕掉的。谁告你是假的啊？这个青云帖是真的。什么？这青云帖居然是真的？萧大少，你会不会看错了呀？这是我秦萧两家专门派给青云阁少主的请帖，我怎么可能看错？你个贱人，你敢撕毁青云帖，该当何罪？萧大少饶命！我不知道这青云帖是真的。都是宁晨那个扫把星，要不是他拿着青云帖耀武扬威，我也不可能把这青云帖给撕掉啊！宁晨，你个废物，你说你是怎么得到青云帖的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你们送给我的？像话！这青云帖是经我二叔之手亲自送给了青云阁少主，如今却跑到了你的手上。说吧，你是怎么偷的？我可真佩服你们这群人的想象力啊！一会儿说我偷盗，一会儿说我伪造。待会儿你们是不是还要给我强加个抢劫的罪名？怎么不能？连青云帖你都敢偷，还有什么事情是你做不出来的？宁晨，你真的是好胆识啊！连青云帖这种象征着至高无上身份的瑰宝，你都敢占为己用。今天你要是不死在这儿，天理难容。今天有我在，我看谁敢动他。几天不见，有没有想我？秦小姐，请你自重，这是我丈夫，这不是还没结婚吗？意思就是我还有机会，你说对不对？你，宁霜，你是我萧明辉的未婚妻，却在众人面前跟一个野男人来挤眉弄眼，你是不是没放我的眼里啊？我可从来没有承认我是你的未婚妻，更何况我为什么要把你放在眼里啊？你，秦小姐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堂堂上京秦家千金，怎么就非要在宁晨这一棵树上吊死？他要权没权，要势没势，说他是个废物，都算是抬举他。你究竟是看上他哪一点了？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也敢对我的男人评头论足？红玉，给他点颜色看。你敢打我？为什么不敢打？你眼瞎可不代表其他人跟你一样眼瞎。我们3个人跟宁晨都眼瞎，为什么就你看不到他身上的优点呢？你就不找找自己？虽然你跟我是竞争对手，但至少这一点我还是同意的。那是。秦宁霜，这宁晨是我萧家必杀之人，你确定要因为他跟我作对吗？你就那么确信你没有杀我的能力吗？宁晨，你别以为有秦宁霜护着，我就不能拿你怎么样。今天这个青云宴，我邀请了青云阁少主为我跟秦宁霜证婚，只要我秦萧两家联姻成功，我萧家必定会扶摇直上，成为万族之巅。到时候你
就如同捏死一只蝼蚁。哼，我什么时候同意过要给你们证婚啊？给我证婚的是青云阁的少主，你又算个什么东西？宁晨，我听你这话意思，难道你是想说你就是少主？怎么，不可以吗？宁晨，你就算没有镜子，你总有尿吧？你自己照照看啊！就你那个熊样，敢妄称自己是少主，可以吗？哎呀，有些人呀，自己一事无成，百无一用，他每天就是在做一些不经过实际的这些白日大梦，简直是贻笑大方了。宁晨，其他的事情我就不说了，但冒充青云少主可是弥天大罪啊！你要谨言慎行，否则连我也保不住你啊！秦霜，你到现在还护着他？他刚才的豪言壮语，大家都听到了吧？假冒青云阁少主，等到青云阁少主一到，我定会将这些罪行一一向他告知。你，萧家家主萧振山，秦家家主秦广道，欢迎各位贵宾参加青云宴。宴会开始之前，我要向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位贵宾，他就是我的二弟萧沧海，他也会参加本次宴会。太好，我二叔去拜见。据我所知，萧大少的二叔目前在青云阁身居大长老之位，不止权高位重，而且道行高深，不愧是绝世的大能啊！宁晨，你小子现在给我跪下认错还来得及，一会儿大长老来了，你小我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祭见本座为何不拜？拜见大长老。臭小子，大长老家懂你敢不跪，就是想死啊你！宁晨，你疯了吗？还不赶紧跪下！宁晨，现在可不是逞能的时候，这位可是青云阁大长老，你招惹不起的。你小子敢对青云阁的大长老不敬，你小子离死不远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不用我们告知青云少主，今天必死！我自入道以来，一不拜天，再不拜地，三不拜君亲师，让我拜你，你承受得起吗？我承受不起。哼，可笑！大长老，这小子就是宁晨，之前就是他打伤你的。哦，你就是宁晨，难怪如此狂妄自大、桀骜不驯啊！不愧是宁家的后代，够敢！宁晨，你真的是胆大包天呀！竟敢对我二叔青云阁大长老不敬，这里容不得你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多了，慢！今日青云宴是为迎接青云少主而生，无意见之。小子，你要是现在对我三拜以后不是谢罪，我允你多活3年。小畜生，还不赶紧跪下拜谢大长老开恩！上跪拜，你还不够格！他不够格，那我呢？我秦广，上京秦家家主，坐拥万亿财富，位高权重，你说够不够格？秦广，凡俗赞誉颇多，富可敌国，但为人奸诈，不知廉耻，甚至卖女求荣。你当然不够格。秦家家主不够，那我萧振山，上京鼓舞世家家主，统领百族，权倾朝野，我够不够？萧振山道貌岸然，人面兽心，为了一己私利，残害忠良，泯灭人性，你也不够格。真是个牙尖嘴利的臭小子！他们二人不够，难道我堂堂青云阁大长老也受不起你一拜？青云阁道训，天道以强者为尊，岂有让强者拜弱者之理？让你拜你，怕你会遭到天道反噬。这小子怎么会知道青云阁的道训？你还知道天道？不错，天道的确以强者为尊，所以你拜我那是道法自然，合乎情理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一拜，祝各位命如草芥，早日归西。一拜，祝各位命如草芥，早日归西。二弟，这土人我怎么感觉到气血外露，地龙翻身？竟是地龙翻身！天道为何突然逆转，惹得大地震动？我早说过，天道以强者为尊，弱者以下犯上，必遭天谴。胡说八道！什么天道不天道？这纯属机缘巧合罢了。我继续拜。好，二拜，祝各位天打雷劈，不得
好死！这是天罚，这是天罚呀！究竟是何人这弥天大祸？既能天罚，连了我都遭难呀！这可真邪门呀！为什么宁城的小子每败一次，3位大佬就特刑一次呀？难道这3个人经不起他的逼败？小家总，刚才我这说小巧合，他为什么遭了一批呀？我怎么知道？我懂了，这定是青云少主对我等的考验。此话怎讲？我之前说过，青云少主早已位列仙班，他身具仙格，自然不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可以轻易面见。如今他迟迟不肯现身，定是想借此来考验我等的成绩。那如此说来，如果我们能够经得住考验，说不定我们还可以得到些许仙缘啊！青云少主即将莅临，我跪好了，有屈是你。他让人请少主高兴的小心我扒了你的皮，真是愚不可及。既然你们执意寻死，本座便成全你们。天门大开，千劫降临的征兆，我等来聪明青云少，怎么会引发天机？这究竟是何道理？3拜，祝各位魂飞魄散，荣登极乐。不要拜了，不要再拜了！大长老，刚才你不是想让我3拜9叩吗？我这礼数才进行到一半，为何不拜了？一贯其志，不要再拜了。是我等理会错了青云少主的意。今日青云宴是迎接他的大宴，不肯喧宾夺主，抢夺了他的风头。少了，见青少主，让他来洗赎你的罪行。这笔钱，他来定夺。青云阁圣女霓凰到，只怕现实会让你们大失所望吧。是，现在圣女大人，是青云阁的圣女大人到了。青云阁圣女一向伴随着阁主左右，她的出现意味着青云少主马上莅临。圣女大人，敢问青云少主身在何处？我等已在此恭候许久。青云少主不是早就来了吗？在哪儿呢？啊，你干啥？在哪呢？在哪呢？我怎么没看到人呀？刚才的地怒天罚，少主都看在眼里了。宁晨，听清楚没有？你刚才那些无礼的行为，少主都已经知晓。老子看你大伙怎么死！闭嘴！青云宴何等重要场所，岂容你大声喧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恕我冒犯了。下面有请青云少主登台，落座青云龙椅。宁晨，你干什么？我自然要去坐我该坐的位置，登台。别闹了，他们叫的是青云少主，又不是你。宁晨，你要疯就到别处去疯，没看到大家都在翘首以盼，静候青云少主亲临吗？你不好好在原地待着，热手什么幺蛾子？这青云宴，我若不上去，开！宁晨，我之前答应过你，愿意跟你放手一搏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你别胡来。你说，给我退下！这宁晨今天不但得罪了我们秦萧两家，甚至连青云少主都不放在眼里。你要是再和他这么纠缠下去，爹爹也保护不了你。爸，我退下！你这个臭小子，再敢往前走一步，信不信我当场格杀了你？5年前，本座九死一生，从最初的羸弱不堪、任人宰割，到如今的一鸣惊人、遁入仙道，途中有多少人不知天高地厚，妄图与本座为敌，宁某不才，无法比肩天神巨灵凿石开山的丰功伟绩，也无法媲美大禹治水拯救万民的绝世功勋。不说前无古人，不谈后无来者，单论时至今日，试问这身后的青云龙椅，舍我其谁？那小子疯了不成？那可是青云少主的位置，他也敢坐？区区一介凡夫俗子，竟然胆大包天到这种地步，简直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宁晨，你个疯子，还不赶紧下来！小姐，看来宁晨已经彻底疯了，我们还是快走吧，否则让青云少主知道你们的关系就……秦凌霜，今天这个宁晨这小子算是捅破了金陵的天了，少主是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你现在
最好是嫁给我，或许呢，我还能保你。宁晨，你别再闹了，这个青云龙也不是你们做的，我求求你了，快起来吧！要是那个青云少主来了，你会死的。臭小子，你看，连你的女人都知道冒犯青云少主是何等大罪，你还不给我起来？我想告诉你们，这青云龙椅不仅我能做，我的女人同样能做。胡闹，真是太胡闹了！这宁晨嫌死的不够快吗？太放肆！竟然让一件女流之辈坐在青云龙椅之上，何止是冒犯青云少主，他简直就是在侮辱青云少主！完了完了，若是青云少主怪罪下来，我们所有人岂不是都要跟着遭殃呀？圣女大人，此子冒犯青云少主，大逆不道，难道应该出手管一管？我为何要管？青云少主遁入仙道，早已对这些俗世虚位视若敝屣，这位置让给其他人坐，又有何妨？但此子身为一介凡人，却以下犯上，死不足惜。你不管，那我管。给我死！圣女大人，你这是何意？真是一群蠢货！你们到现在难道还不知道他到底是谁吗？圣女大人，你的意思不会说宁城这小子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恐怖背景吧？霓凰，拜见青云少主。什么？青云少主？不可能！他不可能是青云少主！我不是在做梦吗？我早该意识到，方才他对我们3拜，却触动了地怒天罚，甚至天劫。他若不是少主，还能是谁？不可能！他不可能是青云少主！这小子本来就是宁家的遗孤，他怎么可能是青云阁少主呢？他本来应该万劫不复的，我不信！我不信！现在信了吗？有会。少主，千错万错，是我萧振山一个人的错。当年屠杀你们宁家，是我一人所为。现在请你放我们萧家其他人一条生路。放你萧家人一条生路，那我宁家73口人的生路谁来放？萧振山，当年你下令屠杀我宁家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意识到有因必有果。今日你萧家的下场，全是你罪有应得。二爷，你是青云阁的大长老，你要救救我们呀！哼，你还想指望着他救你？他都已经自身难保。萧沧海，你身为青云阁的大长老，却结党营私，充当他人的保护伞，滥杀无辜。本座今日以青云阁阁主之名，罚你永世为奴，废你修为，你可服？我服。秦广，你身为人父，却卖女求荣，如今却又为虎作伥，与虎谋皮。本座今日要你把秦家所有的大权全部交给秦凝霜管理，你可有异议？没有异议。太好了，小姐，以后你就是秦家家主了，谁也不能强迫你了。可我怎么觉得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？还有你们2人，少主饶命！你们虽不是主谋，但却难辞其咎。本座罚你替宁家那些死去的冤魂守墓，永世不得离开半步。谢少主不杀之，谢少主不杀之。至于你们，宁晨，稍等，是我们误会了你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您大发慈悲，给我们一条活路。是呀是呀，你跟我女儿还有婚约的，只要你愿意，我让我女儿给你当丫鬟，你随便使唤。给我当丫鬟？不好意思，我嫌脏。宁晨，我后悔了。如果当初我接受了你的婚约的话，那现在站在你身边的可能就会是我了。我现在真的好后悔。无所谓后不后悔，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之事。今日借此青云宴，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择日我将与我的爱妻沈暮雪成婚，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对神仙眷侣，共享天人君物。恭贺少主新婚大喜！恭贺少主新婚大喜！